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日本最底层的社区，彻底刷新了我对日本的认知。我很难想象，眼前的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发达国家日本。为什么这里依然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或许我们可以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今天的影片。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老了，我们希望在哪里生活？身边有谁？又靠什么让自己能够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我现在在日本大阪市的难波站，我将要去探访的地方，很多西方媒体称它为日本最大的贫民窟，但我觉得日本贫民窟这种叫法有点耸人听闻，我愿意称它为日本最典型的底层劳动者社区之一。我现在饿着肚子呢，因为本来想在我住的地方吃个早餐，但是发现我还是想感受一下所谓的日本最底层社区的一个物价，在那边吃早餐。2站地铁站在动物园站前下车，地铁站前还有女性专用车厢。我将要去的地方位于大阪市西城区北部，如今通常称为爱林地区，这里是日本著名的日雇劳工聚集地。是出口，因为这个地方拍摄是挺敏感的，特别是当地人建议晚上不要来这个地方，因为治安可能没那么好啊，酗酒的。但是这个治安已经比几年前好很多了。之所以说不建议游客来到这个地方，是要从它的过去说起。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呢，大量的贫困人口和临时劳动者来到大阪寻找工作，逐渐在今天的西城爱林地区聚集。二战后呢，日本经济高速的增长，大阪需要大量建筑、搬运等临时劳动力，西城呢便逐渐发展成著名的日雇劳工聚集地，慢慢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生态。日雇工作，然后廉价住宿，劳动者聚集，更多的雇主来到这里招工。但是咱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呢，建筑业对日雇工人的需求减少，而这里的劳动者呢又逐渐的老龄化，工作越来越少，贫困、失业和无家可归等问题也因此非常集中。所以呢，西城并不是单纯因为贫穷才形成的地方，它曾经呢也是支撑大阪城市建设的重要劳动力聚集地。只是随着时代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劳动者逐渐被城市边缘化。也正因为长期积累的贫困和复杂的社会问题，西城的一些街区过去治安状况并不理想，特别是到了夜晚，酒馆、醉酒者、露宿者以及一些社会边缘人群更加的集中，偶尔呢也会发生纠纷、盗窃等治安事件。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不建议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原因。这种垃圾成堆的场面，我是在日本第一次看到。主要都是老人了。大阪社会医疗附属医院。刚才的场面是我在日本玩了10天第一次看到的。因为我看惯了这个高楼林立的，或者说非常现代化的，服务很好的，就看上去就很舒适的日本，突然来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些老人成群的，然后有一点点萧条的景象，还是有点反差感的。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日本，我想起从大阪的关西机场出来以后呢，我在大阪、京都已经走了10多天了。这10多天里，日本给我留下的印象几乎都是安静、干净和井然有序。街道很少看到垃圾，行人安安静静地走在自己的路上。城市的每一个细节好像都在告诉我，这里是一个文明的、成熟的社会。所以在没有来西城之前，我对日本的初印象好像就是大阪、京都的样子啊。可是当我来到这里以后眼前的一切就让我觉得，哇，好陌生啊！日本也有这一面哦。
这是我来日本10多天以后第一次在街头看到成片散落的垃圾跟杂物，一些建筑呢显得老旧，街道呢也没有大阪、京都那么整洁。更让我感到强烈的是，这里的人啊，迎面走来的很多都是头发花白、步履缓慢的老人。整个街区少了一些繁华跟活力，多了一种难以形容的萧条、破败和沉寂。坦白说，那一刻我有一点被刷新认知，原来我在大阪和京都看到的那个面向游客的日本，并不是日本的全部。原来在文明跟秩序的社会背后，也有一些被时代留下的人和一些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生活。原来这里是介绍职业的，有好多老人在这里打瞌睡，应该是找日结工的。我不知道这里是一个日结工的中介场所，还是提供给这些无家可归的老人们休憩的一个地方啊。但是我来到这地方，看到这些男性清一色的男性，我就不由得想到，当一个人老了以后啊，如果每天没有工作，没有家人，也没有特别需要做的事情，那么一天的时间究竟要怎么度过？里面这间休息室清一色的都是这个老人男性，好像是没有地方可去啊，然后就在里面休息，有的在里面睡着了，有的看书，有的好像在想事情，但给我一种他们都无家可归的感觉啊。这里禁止停放自行车，怎么还会有中文呢？你看到这个社区了以后啊，就没有这个几十块钱的饮料了，100起步了哈。行李寄存80日元啊，这么便宜。洗衣房营业时间凌晨3点半到晚上21点30分。这哪里？看的说是大阪最底层社区啊，路边的吸烟区。到这地方看到在路边吸烟的人就比大阪其他地方要多，因为大阪呢它是不能随便吸烟的，只能固定的区域才能吸烟。哇塞，这是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有几十块钱的饮料。我的天啊，这物价到这便宜好多啊！你像这个的话，100日元啊，在其他地方都卖150、140。看一下日本的招工栏啊，这些不同的工种啊，一天多少钱？17000多。工作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啊，休息60分钟。然后宿舍费总额。这张招聘广告上招聘的是建筑行业的会脚手架、高空作业一类的工人，工作地点呢在大阪、京都府内，每天工资17000日元，按照现在的汇率相当于720元人民币。其中提到的3100日元是指20天的宿舍费用总额，平均每天不到160日元。不过这张广告是2020年9月的招聘信息。咱们能看到好多是白发一族的做工地。
这个还挺难以想象的。现在工价低一点的是一般的土工啊，一天的话12000日元，工作时间呢也是8个小时，宿舍费也是3100日元，最低的话是10000日元，那就是500块钱出头吧。就在刚才啊，我还完全理解不了这里是大阪最底层的社区啊，直到我看到那个饮料自贩机啊，上面居然有几十块钱的饮料，这个我在日本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自贩机里面有几十块钱的一个商品的。这个是房屋出租啊，应该是按月算吧，1月2500日元，相当于1000多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这在日本算很便宜很便宜了。看一下这里的工人。为什么这里能成为大阪最底层的社区？是因为这里有很多需要日结工的一个工作。看，好多是这个白发一族呢，60、70岁的一个建筑工人。可能有人看了这期影片会说，日本最底层的社区或者说贫民窟都比我生活的环境要干净，这个可能也是现实。就在日本有一句话，就是说一个人真的混不下去了，那你去西城吧。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这里是我第一次在日本看到有流浪汉那种人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实在混不下去了，那就去西城吧。这好像是日本一句人们挂在嘴边的话，听上去有些夸张，但这就背后呢也藏着西城几十年的历史。战后的日本经济高速的发展，大阪需要大量的建筑、搬运、清扫等临时劳动力，于是来自日本各地的日雇工人逐渐聚集到了这里。这里呢不需要你有漂亮的履历，也不太在乎你过去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愿意干活，就有机会找到一天的工作。赚到钱以后呢，又可以用相对低廉的价格解决今晚的住宿。所以很长一段时间，西城就像日本社会的一块缓冲地带。当一个人失去工作，没有固定住所，逐渐很难融入到普通人的生活时，这里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短暂的留下来。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些日本人的印象里，西城并不是一个让人成功的地方，它更像是一个当你没有办法维持生计的时候，来到这里呢还能勉强的活下去的地方。300日元的 DVD， 紧急救命室。不只是中国在步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啊，全世界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呢都不断的老龄化。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你觉得最应该提前准备的是什么？是钱、健康、家庭，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欢迎留下你的答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非法违建吗？是木头搭起来的2层的。就我有一种感觉，日本原来也有流浪汉。如果不是来这个地方，我在日本大阪、在京都玩了。在国内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今天的日本就是明天的中国。而日本呢，也带着一种寻找方法论啊，在择业、家庭或者是养老各方面如何解题啊。我当然不是说日本的今天就一定会是中国的明天，两个国家的一些国情都不一样，但是在日本看到的一些景象呢，在中国已经初露苗头，所以日本已经走过的路呢，应该是值得我们看一看的。在日本其他地方啊，反正我去过的地方是不可能看到这个垃圾就这么堆在地上的，最少也有一个塑料袋装好。不是说左侧行走吗？为什么右侧的也挺多人这么走的？有时候把我搞得也挺迷糊的。居然还有卖二手鞋的地方。240日元的麻婆豆腐和一碗米饭。卖二手的眼镜、手包。然后打火机、戒指、手表，还有鞋。
这个我买过，在便利店买的话要200多日元，这里只要150日元。看借酒消愁啊，是这里的刚需吗？你看专门有一个这种制饭机，它是卖酒的。我去过的日本其他地方，我没见过专门卖酒的，像这种玻璃罐的酒的一个制饭机啊。在这我感觉这个人的平均年龄就被陡然拉升了哈。主要看到的是这个50-60岁、60-70岁的这个，而且还是中年男子啊。女士的话倒比较少见。在这里呢，我看到许多我在日本看到过的第一次的东西。西城市民馆，西城市民馆，这里是西城区。24小时冷暖房，上面是这个，像是那些便宜的公寓啊，就是那种可能几十块人民币一个晚上的那种小小的房间。西城区的一个小公园。真的还挺刷新我认知的日本的这一面。人才派遣业、综合建筑业。这里是招工的，无保险。我看到一个位置还蛮中心的一个便利店，我们在这里买个便当，感受一下这些日本底层人民吃的这个伙食。我的天，就有200多，250元一份的一个便当，见都没见过。250日元，我真的大开眼界啊！这个在便利店都要卖500-600、400，这400一份的这个盒饭，你知道吗？如果你感受过日本京都、大阪的这个旅游区的物价，你来到这里看到这些便当啊，几百块钱一盒，你感觉像不要钱呀？虽然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份200日元里面只有一些洋葱，还有一点猪肉。如果你加50日元呢，它里面就多了一个这个煎蛋。我买一个这个吧。这里一片煎鱼250日元，这份是290日元。我在日本玩了10天。吃过最便宜的一顿午餐250日元，相当于不到15块钱啊。一个煎蛋，一点点洋葱，还有一点那个红姜，解腻的。
我刚才看到那盒200日元的，它没有煎蛋，它起码有一点那个肉末。那像这个的话，它基本没有肉末，就一个煎蛋。那个老人他吃香蕉，为什么一直站在太阳底下吃呢？那多热啊！就这一个白发老人，他分了2个香蕉，然后又分了2个饭团给这些，这就没有垃圾分类了。是圣汤，是洗澡浴室的意思吗？入浴料金，大人600日元，洗个澡30多块钱，那跟中国东北一样。这里是鞋柜吧，哈。然后这里是这个投币的地方，投币以后它出这个票券，然后你就可以进去了。我理解的这些澡堂啊，因为好些人啊他是无家可归的，所以他就是晚上找个公园一睡，可能好几天就睡公园，或者是睡哪个屋檐上。他有时候也要想洗个澡。就刚才看的可以说是日本的公共澡堂，就对过去生活在西城的日雇劳工来说，很多廉价宿舍并没有完善的洗浴设施。所以呢，偶尔他们需要来到这种公共澡堂去解决洁身的问题。这栋楼是入居者募集中，这个公寓招租吧，或者说是床位招租。这里有近乎10台的这个制饭机，全是卖酒的，要么啤酒，要么这个烧酒、清酒。我也和刚才那名大爷一样，拿2瓶，来一个这个。这个才120日元啊，大概5、6块钱，6、7块钱。有点像米酒。中午1点钟，刚才卖2手鞋子，灯会就收起来了。在这个地方能看到地上有垃圾啊，在大阪其他我去过的地方，在地上没有看到过有垃圾的。这个地方还有烟头在地上，像是烧酒跟果汁儿，果汁儿的含量1%，然后酒精度6%。刚才聚集了不少老人的房间，就是在这个叫轻轨下面啊。不要喂鸽子。
35000日元月租的一个房子是怎样的？相当于2000人民币左右。这个平价的，甚至100日元能买到一双鞋，300日元一双鞋。我的天啊！看来大阪有2个大阪，一个是游客看见大阪，一个是老底层人生活的大阪。这里的物价，要是大阪其他旅游区的物价除以5除以4。日本民谣这个 CD 的话是100元一份，这 CD 100-200一张，300一张。这个是 DVD， 它是200元一份。哇塞，直接就路边摊就能卖这些影片呢！哇塞，夸张！3000日元一个的这个电饭煲啊。这种杂志的话，100日元一本，拖鞋1000一双，700一双，500一双。一条裤子300日元到680日元，一条裙子300日元。这些东西像是哪里回收来的二手物品。桥洞里就睡了流浪汉。这些是下班的工人或者上班的工人，其他国家来的，像尼泊尔的、越南的、孟加拉的，在日本做服务业的这个外国籍员工还挺多的。这里也是很多老人的一个叫游戏厅。所以人们真的是来这里玩游戏吗？不见得，因为这里空调特别舒服。日本的游戏厅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呢，我也经常去电玩城啊、游戏厅啊，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电玩城通常是年轻人的地方，或者父母带着孩子来玩。如果是退休以后的老人呢，他们更多在公园里散步、聊天、下棋，或者广场上溜达打发时间。可是到了日本，我就发现，就是在日本的游戏厅啊，竟然经常能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一个人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玩着游戏。我就觉得日本的游戏厅为什么这么特别？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也许对于一些日本老人来说，游戏厅不只是一个玩游戏的地方，这里有空调、有座位、有声音，也有人来人往。相比一个人待在家里，这里至少呢还有一点点热闹和人气。所以呢，有时候他们只是想走出室外，走到一个热闹的地方去打发时间。我在京都也好，在大阪也好呢，偶尔会走进他们的游戏厅去观察一下，就看到许多的老人，就让我觉得日本不仅是一个老龄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同时呢也存在不少的独居老人。这个国家的孤独感也许很强烈吧，老人们呢只能寄希望于游戏场所来获得一点安慰跟陪伴。这个大的200日元，小的100日元啊，我看有的老人就以这个为午餐。这些书150日元、200日元一本，然后里面有很多卖日本动作电影的一个小碟片，我就不进去拍了。日本的动作电影早有耳闻了，但是当你真正置身日本，走进路边的一个开着大门的一个小店，里面卖的那个很直白的一些 DVD 啊，就500块钱，大概20几块钱一张吧，就这么明目张胆公开的卖，还是有点刷新认知了。在这里的居酒屋啊，星期一、星期二休息。这名大叔啊，给了我一些，这个是薯条吗？他说让我喂鸽子，他看我在逗鸽子，没有鸽子料。站在这个广场的边上，我不由就想到老龄化。
关于日本老龄化，我相信你和我一样都看过很多的报道。也许日本就是亚洲里面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国家。不仅是老龄化，包括少子化、独居老人这些词对我们来说早已经耳熟能详。可是以前的我呢，对它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数字和新闻里。直到这一次在西城这个社区，我漫无目的的走了2个多小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第一次深切的理解了老龄化3个字。一路上目之所及，很多都是50、60岁、60、70岁，甚至更加年长的男性。他们步履缓慢，一个人走在街上，有的人坐在路边，有的人在廉价旅馆附近徘徊，有的人似乎只是漫无目的的度过一天。我说不上来自己为什么会感慨，也许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再是新闻里面的老龄化社会，而是一群活着的人。他们曾经年轻过，也工作过，可是几十年过去以后，有些人老了，就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那一刻呢，我就不由想到中国。当然不能说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变成今天的日本，但是我也看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和日本可以说越来越相似。结婚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人越来越长寿，独居越来越普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正在发生变化。那么当家庭越来越小，孩子越来越少，一个人能活到70、80岁甚至更久成为常态，那么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也许并不只是老龄化社会会有多少老人，而是当我们自己老去以后，我们究竟要靠什么生活。也许一个人的一生不只是要想办法把年轻的时候过好，也要想一想自己老了以后应该在哪里安身，又应该和谁在一起生活。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变老，而当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如果身边没有孩子，没有伴侣，也没有一个愿意等你回去的家，我们又该如何安放自己？西城市民馆是什么地方？我看不少老人进出这里。讲堂、集会室，还有一些教会电影室放映电影的、体检的。走到西城的市民馆，让我想到这里也没有说是特别的贫民窟或者底层社区，至少呢，这里除了廉价的工作跟住宿，也有一些社会福利、医疗社区服务这些服务呢，都某种程度上托住了这里生活的人。在这里的话，这栋楼房里面的话是1300日元到1800日元一个晚上，那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一个晚上。一边是宝马，真正的宝马，另外一边一身的垃圾的一个宝马，报纸，然后座椅，这里多重啊？能骑得动吗？只能推吧。这就是某个流浪汉一生的家当了。在这里闻到一股莫名的臭味儿。刚才一边看到的是真实的宝马汽车，一边呢是一个装满纸箱和杂物的自行车，另一个人全部的家当，他的宝马。可是他们2个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样我突然意识到，所谓城市的繁华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过着同样的生活。当我们看到一座城市最高的楼，也应该偶尔低头看看生活在这座城市最低处的人。女性用厕所，明明没看到几位女性。Nice camera. Nice camera. Nice camera. 100? 500 US dollar. 500. China Air? Fly to here. Oh, flight. Air flight. Yeah. Air flight. Yeah, yeah. Take off. 嗯 Take off. ，5 hours. 5 days. 5 hours. 5 hours. Oh. 一天的住宿费只要1400日元这是很低的价格。附近的洗衣房，打一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只要100日元。你看，像这里的话有大量的这个楼房写着入居者募集中，也就是1个月起租的，就不租给游客的，那相当于2000来块钱这在日本来说应该算挺便宜的。诶，好多猫咪，小黑猫眼睛很亮。这个比青旅的洗衣服要便宜，这里洗一次200日元。
烘干一次15分钟是100日元。感觉这些便宜的这些房间，大量老人就住在这种很小的但是很便宜的这种楼房里面。月租公寓不接受游客。像这间公寓的话是38000到42000日元，不用保证金。生活保护无料相谈，即日入居可。有大量的这种公寓啊，从35000到42000日元每个月。这一晚更便宜，12000日元，大概60多块钱一个晚上。而且这里洗衣房还挺多的。这应该是我在西城区看到的第8、第9个洗衣房。这又有一个澡堂，也是600元大人洗一次。在西城区逛了2到3个小时吧，还有一些感受吧。即便是亚洲名列前茅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它依然有民众过着这样的老年生活。我们不说这样的老年生活很可怜嘛，但是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愿意过这样的老年生活，孤苦伶仃住在这种公共的一个这种公寓里面啊。世界上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好运，不过是你负重前行，或者是说苦尽甘来的一个幸福。在影片最前面我说到这里生活着一群被时代落下的人可是最后为什么又说人生靠奋斗？好像是有点矛盾我想说的是，时代决定一个人的起点跟很多边界，但个人依然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奋斗一定能保证拥有幸福吗？不一定，但是奋斗能够增加我们选择生活的能力。税后430日元的一个便当。以上是本集影片的全部内容。在影片最后呢，我也想问一问大家，如果让你设计自己人生的最后20年，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如果你觉得阿叔的这集影片拍得不错，请帮忙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